评论区呢，很多人想看这台车，今天来了，听一下发动机的运行声音。发动机的运行品质还是过得去的，但是呢，外观件的共振还是有的，这也是很多国产车的通病。320毫米直径的刹车盘，气势很足，配的是西湖的卡钳。缸径从原来的80提升到了84.5，所以说排量从312cc提升到了348cc，功率从26千瓦提升到29千瓦。改款升级后的质感的确要好于老款的310。从视觉上看，新款的 GK350要比老款的绅士310要魁梧饱满一些。后面我看了一下车重，居然比老款重了30公斤之多。然而我仔细对比了一下，前后减震要比老款的这台车呢和老款一样，对于油冷，之前我在以前的视频也说过了。它的油冷设置在主跑道的里面，新款的GK350它把油冷设置在了外面，这点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因为有车架被撞裂的话，那个油冷的话很难修复的，所以说外形GK3相对比较好，因为老款的310放在那个夏天开个10多分钟。车架呢，离合镜头误差呢要比老款重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以上这些方面，但是多重了30多公斤，这做的有点过分了。所以我担心的是2个问题：第一是动力，第二是操控性，因为这2项对重量是比较敏感的。首先呢是加速性，感官上和老款的310差别不是很大，如果要拉开差距的话，主要体现在中高速，因为速度低的情况下，车身轻的话，对加速是很有帮助的。中后层加速的时候，那么有人问啊，中后层加速到底是多少速度呢？这台车的底速大概在100多170，中后层的话就是80多以上。第二速是30，虽然这台车重了30公斤，但是骑起来呢，310呢是属于偏轻的那一种，前段加速是比较有优势的，但是呢，中高速的话稳定性会比较差一点。GK350的功率更加大，技术更加
这个车样子还行啊，还挺好看的。它这个刹车盘也是封起来的，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。钢丝轮毂，这个车我开起来的感受还挺轻巧的，3档可以破100，2档好像是极速是70吧。这个是装饰的吗？不是的，它这个是双色的。哎呀，就开起来的时候，后视镜也会有震的。开关还是绅士的原来那个一套，无钥匙的。原厂好像就带这个防摔杠的，还挺轻的这个车，比较适合新。说一下这个坐垫，这个坐垫很大，坐起来很舒服。骑行中的时候听起来不怎么明显，原地空转大概在5000转以上的时候，这个异响就展现出来了。第二个就是刹车性能，这台车的100公里加速在6秒左右，但是刹车性能就相当于10秒车的级别，制动的效果比较一般。其他方面呢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比较明显的问题，包括震动。本以为增加排量达到了348cc 的单缸机震动会很大，没想到和老款的310震动是相差不大的。我最关心的是这台发动机的耐用度，因为新车状态是没有多大的问题。但是你骑了几千公里，发动机出现异响或者是杂音，运行品质只有新车的80%状态的话，那么这台发动机也是不怎么成熟的。这是国产自主品牌最难克服的发动机的运行品质。那么这台车值不值得推荐呢？价格是22800，中规中矩吧，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差的那种。产品力在国产自主第2阶梯，这台车的风格应该走的是时尚复古简约吧。骑行姿势呢也比较适中，前后减震呢也比较均衡，不软不硬的那一种。如果这台车能骑个2万公里正常维护保养，也依旧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发动机运行品质也能达到新车的7.5到80%状态的话，那么这款车在质量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，还是需要长测，经历一定时间的磨练，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。